它的名字叫 X-37B， 官方称它为轨道试验飞行器， NASA 叫它技术验证平台，但在情报圈，它有个更直白的外号——轨道幽灵。自2010年4月22日首次升空以来，它已经执行了7次公开确认任务，每一次都以测试为名，没有一次公布完整任务目标。在轨时间从几个月到908天，回收后外观依然完好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有人说它在布置微卫星，有人怀疑它在演练太空拦截，甚至有传言它能从轨道直接发起地面打击。听起来像阴谋论，但问题是没人能证明这不是真的。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在防空、反导、反潜，可在天空之外还有一个无人防区——轨道，没人知道那里藏着多少架无人飞行器。真正的战争盲点就在大气层上方几百公里，这就是 X-37B 所代表的未来：不爆炸、不流血，却能让一个国家在一夜之间失明。要理解 X-37B， 就得从冷战说起。上世纪70年代，美苏在地面拼军力，也在太空拼高度。美国造出航天飞机，能往返太空的宇宙卡车；苏联造出暴风雪号，几乎1:1复刻。两者的终极目标其实相同，打造可控、可回收、可快速再利用的轨道平台。只是这个平台的潜台词是轨道武器，因为如果一架飞行器能从轨道切入大气层，那意味着它能在几分钟内抵达任何国家上空。在冷战的逻辑里，那几乎等于上帝视角的核轰炸机。这场竞赛背后是军工复合体的舞台，波音负责结构，洛克希德做热防护，雷神搞控制系统， NASA 是橱窗，真正驱动的是那条军工供应链。冷战结束后，航天飞机项目停摆，可波音与洛克希德并未退场，国防部把其中一条支线交给波音幻影工厂 Phantom Works， 要他们把航天飞机改造成无人版。这个任务成了 X-37计划的雏形。2004年 ，NASA 将项目正式转交给国防部。2006年，代号 X-37B 的原型机在加州组装完毕。2010年，它第一次进入轨道。从那一刻起，美国的太空战略从探索变成了部署。X-37B 不是从零开始的奇迹，它是航天飞机的进化体。波音主导总体设计，洛克希德马丁与空军研究实验室提供热防护与轨控算法。推进系统虽未公开全部细节，但资料显示采用井类单双元组推进方案，部分技术延续 Rocketdyne 的早期研究。整架 X-37B 的设计哲学可以浓缩为3个关键词：小型化、自动化、复用。航天飞机是人类飞船， X-37B 是机器自己开的实验舱，没有座舱盖，没有飞行员，机身只保留导航与能源系统。它的热防护材料采用复合陶瓷模块瓦，不再是一块块拼贴，而是模块化连接，更轻、更紧、更耐高温。表面能承受1650摄氏度的高温，内部温度依旧稳定在25摄氏度。翼展4.5米，机长8.9米，整备质量5吨左右，看起来像一架迷你版的 B2 轰炸机。它能在轨维持900多天，靠的是自循环能源系统，太阳能加锂电池，自动充放电管理。推进喷推几秒就能改变几百公里的轨道高度，在真空中，这点推力足够让它消失，地面雷达失去固定参考，这叫轨道隐身。表面上 X-37B 是一台测试平台，但它的货舱却暗藏玄机。它能携带约900公斤载荷，可以是科研设备，也可以是军用模块。官方文件列出任务类型：技术演示、在轨试验、微卫星部署。可在军工圈的语境里，它被认为可能执行3类更敏感的实验：一是在轨部署微卫星，2是验证定向能装置，如激光、微波实验平台，3是在轨接近与操控。所谓在轨接近，听起来温和，其实是反卫星作战的起点。一种方式是机械臂捕获，直接拖走敌方卫星，不爆炸，不产生碎片；另一种方式是动能拦截，在每秒7.8公里的相对速度下，一颗螺丝钉的动能都相当于炮弹。更隐蔽的是电子干扰，释放高功率电磁波，让对方通信瞬间掉线，不制造碎片，不议规则。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还提到， X-37B 正在验证高能光速平台与热控稳定性，若属实，这将是人类第一架轨道级激光试验平台。在太空，信息的控制权就是火力的定义权。X-37B 的任务不一定是摧毁，而是让敌方系统看错时间、看错位置。这种误差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杀伤。为什么要 AI？ 因为太空太远，从地面发上去的指令要延迟几十秒。在这种环境下， X-37B 必须自己判断、自己修正、自己生存。它的 AI 架构分3层：感知层，
监控姿态与轨道变化，逻辑层能量与姿态管理，策略层根据任务数据自动排序。换句话说，它不只是执行任务，还能决定哪个任务更重要。例如遭遇微陨石流， AI 会在 0.1 秒内计算风险并自动变轨，地面指挥根本插不上手。它还有经验复盘功能，每次任务结束后 AI 会把能耗、姿态调整、误差率全部回传，下一次再飞它就更聪明。当多架 X-37B 同时在轨，它们通过加密数据链共享环境参数，一架失联，其他自动接管任务区，这被称为轨道蜂群。 AI 不再只是飞行员的助手，它正成为轨道作战的行动指挥系统。有了 X-37B， 美国太空军迈出了第一步，而他的对手们也没闲着。俄罗斯走的是威慑路线，开发了努多尔反卫星系统，可在轨接近目标进行电子侦测或物理拦截，还有核动力飞行器海燕，理论上可在轨运行10年以上。他们用不可预测制造安全感。中国则更务实，神龙空天飞机专注在轨复用与载入，配合地基激光与反卫星导弹，形成天基防御链。而美国除了军方的 X-37B， 还有民用界的隐形武器星链，4000多颗卫星把低轨塞满，这既是一张通信网，也是一张控制网。想进入这片轨道，就得先绕开它。轨道封锁、轨道干扰、轨道伴飞，这3种战术正在定义太空版冷战。没人知道 X-37B 的确切预算，国防部将其列为特殊访问计划，财务数字被层层加密，公开估算单次发射1到2亿美元，任务运营约8000万，总体研发投入或超100亿。这钱去哪儿了？一半进了波音幻影工厂，剩下的流向洛克希德、雷神、诺斯罗普等承包商。每一次任务都是军工体系的一次再分配。更贵的是供应链，高温陶瓷、辐射级芯片、铍铝合金这些材料的产量全球都有限，太空级意味着极低产量、极高成本，再加上保密机制，协作成本成倍上涨。科学家不能公开研究，工程师不能分享经验，连国会都只能看删减报告。X-37B 的进步靠的不是灵感，而是烧钱硬凿。它是奇迹，也是一台吞预算的机器。战争的节奏正在被太空改写，传统火力链是侦测、决策、打击，轨道战把它压缩成感知、反射、结果，人被挤出中间环节。X-37B 就是这条反射弧的核心节点。卫星发现异常，它立刻分析 ，AI 算法直接把结果推送给地面系统，整个过程不到2秒。美国战略逻辑没变，离本土越远越安全，只是这次他们把防线搬上了轨道。波音的硬件、洛克希德的算法、德尔帕的资金，再加上太空军的调度权，组成了地球上第一个轨道指挥系统。而 X-37B 正是那套体系的物理象征。太空飞行最危险的环节不是升空，而是回家。X-37B 以25倍音速重返大气层，外表温度超过1600摄氏度，陶瓷瓦在数秒内完成热扩散。AI 同时修正姿态与迎角，机体并非刚性，而是会微膨胀，吸收应力。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反馈，每块防护瓦都在感受飞行。在轨900天，它每天经历16次昼夜循环，阳光时疯狂充电，阴影时精算用电，能源不足时，系统会自动关闭非核心模块。真正的敌人是辐射与微陨石，1粒米大小的碎片撞上去就是步枪级动能。机体采用3层吸能结构，碎裂、缓冲、支撑。AI 再强也有盲区，遇到训练数据外的情况，它会冻结决策。在太空，这意味着宁可放弃任务也不冒险。这不是懦弱，而是算法的生存哲学。X-37B 最长一次任务在轨908天，下一代目标是停留5年以上。2030年前，美国计划扩充至6架，形成全球覆盖的轨道蜂群，载荷提升50%， AI 更强，可在信息中断时自主完成任务。那意味着它将从试验机变成作战资产。但问题来了，当 AI 判断继续任务比返航更有胜率时，它还会听从人类吗？当算法能在毫秒级决策，人类指令是否只剩形式？我们正在把战争推向去人性化，没有恐惧，没有犹豫，只有执行。我们创造了最冷静的战士，也许也创造了第一支不再需要我们指挥的军队。X-37B 是波音、洛克希德、雷神、诺斯罗普的共同作品，它的每一次升空都在提醒世人，技术、资本与战争早已融为一体。它既是美国工业的巅峰，也是一场关于控制的试验。从地球到轨道，我们用了半个世纪；从探索到武装，只用了20年。
当夜幕降临 ，X-37B 从阴影中划过，那道光不只是飞行轨迹，更是人类野心的延长线。喜欢这期节目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一集我们要聊 B-21突袭者，那台重新定义隐身与战略的轰炸机。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